范泽人心中忧虑，他了解县令的为人，明白县令肯定是有冤屈，他暗自思忖，欲寻芙蓉相助。回府后，范泽人便命人请来芙蓉。芙蓉身着红衣，身姿曼妙，眉目间透着一股机警之色。他见范泽人神色凝重，便问道：“泽人找我何事？”范泽人将事情经过简述，说道：“芙蓉，县令大人受人陷害，我想查明真相，此事疑点重重。县令大人一向清廉，怎会卷入贿赂之事？我料想其中必有阴谋。赌坊之事因事关键，你善于潜伏，能否潜入信中所说的城内赌场，查探一番？”芙蓉点头应道：“等我消息。”言罢，他便换上一身素衣，悄然离去。不出几日，柳元修便带着人马围了县府，声势浩大，嚷嚷住要查县令的账目。县令无奈，只得让人将库房钥匙交出。柳元修亲自带队进入库房，逐一清点库房的钱财。随着账本的逐一对照，柳元修的脸色越发阴沉。县府中，范泽人正与县令商议对策，忽闻府外一阵喧闹。彪虎快步进来，神色凝重道：“泽人，县都带人进了库房，扣押了一箱东西，此事怕是不妙。”范泽人眉头紧锁，对县令道：“县令大人，县令府可有什么东西？”县令叹气说：“据我所知，并未有不妥的东西，但真在县府搜出什么不利证据，我实在难以自辩。”范泽人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彪虎兄，我们且去看看，若有什么不对之处，也好转圜一二。”说罢，二人匆匆赶往库房。刚到门口，便见柳元修冷笑着走出，手中握着一本账册，冷声道：“县令大人，你可知此物为何？”县令面色苍白，却仍硬住头皮道：“此账册乃是库房账目，有何不对？”柳元修将账册一扬，喝道：“你自己看看，账本上的数目实际上的钱财相差甚大，平白无故的为何多出如此多的银两？这便是你贪污受贿的证据。”县令大惊失色，急忙翻阅账册，果见账册上的数目与库房内的钱财不符。正欲辩解，柳元修已高声道：“来人，将县令大人押入大牢，等候朝廷审查。”范泽人忙上前阻拦，道：“县都大人，此事尚未查明，何故如此草率？”柳元修冷笑道：“此事证据确凿，赌坊之人已供认不讳，有贿赂之事。范泽人，你若再拦阻，便是包庇县令，同罪论处。”范泽人心中焦急，却无法反驳，只得眼睁睁看着县令被押走。柳元修随即将此事上报京城，大理寺特使择日来审。听闻此消息，众人皆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。范泽人坐在自家的书房中，眉头紧锁。他知道，若不在大理寺特使来前找到证据，县令便凶多吉少。这时，芙蓉踩着轻巧的步伐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泽人身旁。他伸手递出一本书籍：“泽人，这是我在赌场内找到的欠债账册，你看这上面的名字。”范泽人接过账册，细细翻阅，忽见一个熟悉的名字，不禁皱眉道：“这是县令手下的主簿，县府库房钥匙就是在他的手上，莫非？”彪虎开口：“我认得他，我去把他带回来。”说罢便快步离去。芙蓉，刚听县都说赌场已经被抄了，你如何拿到账册？你交代我潜入的那天，我便已经在寻赌坊的位置。赌坊定是会在夜晚营业，才好掩人耳目。我五方的武姬也一边帮忙打听消息，果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赌场明面上是米行，说出暗号后，便会被带进后面的房间。我装作赌客潜入，急故要去茅房，才找到这本账册。不过后来我听见外面有声响，我猜是府衙找到，只好赶快脱身。这不，我前脚刚走赌场，后脚就被抄了。这个账册是最新的一本，我怕拿走太多，有人起疑。泽人感激地说：“你平安就好，要不是这次真的事态紧急，我也不会让你以身犯险。”这小意思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我的命早就交到你手上了。芙蓉笑得美艳，语气中充满对泽人的信任。另一方面，彪虎立刻前往县府，后来没找到人，便前往主簿府邸，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。又回到范府说明情况后，泽人和彪虎猜想主簿可能已逃出城外，便与彪虎兵分两路，分别前往各城门询问。东门守卫告知，曾见一男子急匆匆出城，正与主簿描述相符。彪虎闻讯，随即策马追赶，
果然在郊外一处树林中见到前方有马车，正欲拦下。杨主簿、留步！彪虎向眼前的马车大喊。马车上的人撩起后面的帘子，看见是彪虎后没有停下，反倒加速驶去。这时忽见四周跃出数名黑衣刺客，往马车方向杀去。彪虎冷笑一声，拔出腰间佩剑，喝道：果然有埋伏！随即站在马上，用力一跃，跳到马车顶上，挥剑迎战。刀光剑影中，彪虎勇猛无比，几招之间便击退数名刺客。主簿则是惊慌失措，在马车上瑟瑟发抖，直到最后一个刺客被彪虎一脚踹翻在地，车夫早已弃车而逃。彪虎走进马车，看向杨主簿：饶命啊，饶命！主簿屁滚尿流，跪地哀求：你可知道这些人是谁？小的不知，都是来杀你灭口的。这不可能，他答应过我会安然无恙。彪虎严肃地问：谁答应你？知道自己说错话的杨主簿立刻噤声。彪虎冷冷道：跟我回城，将事情说清楚，否则你无法活着离开。有第一批就还有第二批，你觉得谁会来救你？主簿面色苍白，连连点头。彪虎将其带回范泽仁府中。范泽仁见主簿狼狈模样，心中已有几分明了。他请主簿坐下，温声道：杨主簿，事情已至此地，你若有什么苦衷，请如实道来。主簿怯懦地抬头看了看彪虎，又看了看范泽仁，喉头滚动数次，终于开口道：范公子，县令大人待我不薄，我实在不忍心陷害于他，但我实在走投无路。范泽仁眉头微皱，问道：你是何苦衷？但说无妨。主簿低头啜泣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我欠下赌债，数目巨大，若不偿还，便会连累家人。有人见我与县令大人笔迹相似，便胁迫我写那信件，栽赃县令。范泽仁沉声道：那人是谁？为何要陷害县令大人？主簿惴惴不安，低声道：是县督柳元修大人，他知我欠下赌债，便以此相胁，命我写下那信件，诬陷县令大人。范泽仁早有预料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说道：你可知陷害朝廷命官可是死罪？现在你既已说出实情，也非你本意，那你可助我一臂之力，还县令大人清白，澄清此事。若你配合，许能让你将功赎罪。这个官虽是当不成了，但还能保你一条性命。主簿连连点头，哽咽道：范大人说的是，我愿配合，多谢范大人的救命之恩，小的也是一时糊涂，还请大人饶我一命。范泽仁当即与彪虎商议，决定先将主簿保护起来，他可是重要的证人，也是翻案的关键。县督知道杨主簿没死，肯定会再派人来杀他的，你要怎么保护他？彪虎兄，这行刺之人可还留有活口？被我绑在树林了，你找他们有事？我想到一个好法子。不日，大理寺特使乘马而至，身后随行数名护卫。庭审的日子，县衙前人山人海，皆欲一睹此案之真相。特使一身官袍，威风凛凛，步入大堂，两旁站立的官兵纷纷肃然敬礼。县令萧明坤、县督柳元修、范泽仁、徐彪虎、赌坊主以及绿衣李书生皆被传唤至庭。大堂内，特使高坐堂上，目光如炬，扫视众人。堂下何人？特使威严的开口。李书生先行一步，拱手道：在下姓李，是一名书生，愿陈述当日发现信件之经过。特使点头示意。李书生开始讲述：那日我偶遇一人，与其相撞，那人掉落书信，便匆忙离去。我捡起信件，见其封皮破损，遂开启查看。今见信中内容涉及县令大人之违法行为，故在诗会上道出此事。特使凝眉思索片刻，问道：此信何在？柳元修站起，将一封信件呈上。此乃李书生所捡信件，请特使过目。特使接过信件，仔细翻阅，沉声道：此信笔迹与县令萧大人颇为相似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何证据？柳元修不慌不忙，命衙役抬上一个大箱，箱内满满银两，又呈上几本账簿。特使大人，这些是县府库房中所查获之钱财，账簿上一载明细，请过目。特使看过账簿，点头道：证据确凿，萧明坤如有何辩解？萧明坤脸色铁青，正欲开口，范泽仁上前一步，拱手道：特使大人，容在下辩驳。特使转头看向范泽仁：你是何人？有何话说？范泽仁平静道：在下范泽仁，
乃阳城小官，此前是县令大人门客，此事疑点重重，还请特使大人细查。在下有几点反驳。特使点头，准许你说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